Hello，大家好，今天是12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英伟达加速上涨，突破关键的颈线位压力，难道下跌趋势要反转了吗？美股变盘点出现，有一根 K 线，千万不能跌破，否则圣诞行情将提前结束。特斯拉高位缩量回调，震荡蓄势待发，30分钟静待买点出现。今天圣诞节，阿哲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第271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老样子，我们要说一下有关纳指的技术面的一个分析。当前的市场出现了阴阳交错的双变盘点，那么之前的产生的变盘信号基本都在一些关键的点位上产生。那么阿哲呢也是今年以来一直在讲这个阴阳交错只看 K 线颜色变盘的方式，它的2种变盘点，我们将在今天再次做一个复习，教大家怎么看到这根 K 线要识别变盘。而后阿哲会讲一下30分钟当前的趋势追踪，从30分钟来看市场它是否会有走弱的迹象，那么后续出现什么表现，说明30分钟日内提前走弱，日线要注意风险。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第一部分的内容。当指数环境有所认识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方面的一个学习。个股呢，阿哲会讲到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I、微软、博通、AMD、HOD、APP、Circle、SMCI、OKLO、PLTR、Coin、美光以及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假如您是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您会看到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知道不是您每一只标的都感兴趣，所以也把每个段落呢都标记好了，所以大家只要点击对应段落，就可以跳到对应的个股去优先观看您最想要得知的一些信息和内容。当然这里阿哲唯一的建议和要求就是第一部分可千万不要跳过，因为它是阿哲全篇视频当中最核心最精华的内容。因为当你只有识别了市场的一个方向之后，你才会知道哪个地方应该去做个股的多头交易，哪些地方你应该去减仓，以及不要随便买入。指数的分析会绝大情况下影响到你个股的投资收益，所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什么叫做阴阳交错变盘。当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其实在走一个三角形收敛的状态，你会发现近期市场的高点其实一直在降低，而它的低点呢是在抬高，所以只要有这么2个高点降低和2个低点抬高你就可以做一个相对的收敛的趋势线。那么当前的市场是达到了一个前期的下降趋势线附近，而后产生了收盘价略微的突破，不过目前突破的力度还不够，并且产生了变盘点，所以当前呢需要小心一些。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叫做阴阳交错双变盘，那么这一个变盘的信号只要看颜色就可以界定它是变盘的低点亦或者是高点。那么这个方法很简单老同学应该都会，那么阿哲这里呢为新同学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主要是看 K 线的颜色变化。在之前12月11号的视频当中，阿哲曾经用这一个技巧去识别到了某些高点，而后市场是不是出现了明确的拐点向下，而当前市场又来到了一个压力附近，而它又是一个变盘点，我们怎么样去识别这个变盘和判定它是高点亦或者是低点呢？我们看到左下角的这2组 K 线的排列，这个变盘信号呢它只看一个东西，就是这根 K 线它当天的开盘价和收盘价的关系。如果今天的开盘价是大于收盘价，那么就是阴线，它是一个红颜色，而如果今天的开盘价是小于收盘价，那么就是阳线，它是一个绿 K 线颜色，就用这2个条件界定它的红色和绿色，而后看这个颜色去定变盘。它有2种变盘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阳线阴线阳线阴线，当出现绿红绿红，亦或者是反过来红绿红绿都可以，有4根 K 线这么去排列时，我们就要做阴阳交错每一天都和昨天是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涨跌。当产生这种现象，它之后只要把这个颜色排列给打破，那么那一天就是变盘 K 线。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那么阿哲刚才所标记的就是这个阴阳交错的首个变盘点。比如说像前期这种下跌，价格呢在下跌途中一根阴线一根阳线一根阴线一根阳线，大家注意了，这里不看和昨天的收盘对比就看当天的开盘和收盘价。所以当构成了4根 K 线都是阴阳交错的时候，那么
下一根 K 线你要关注了，它会不会打破规律？正常来讲，下一根 K 线只要跟昨天的颜色不一样，它就还在这个规律当中。而如果颜色一样，就是一个变盘点。好，变盘产生，如果市场在反弹或者说在上涨，变盘高点的概率是远大于变盘低点的。而后这一天就是当时的高点变盘。那么我们有更加明确的确认信号，就是有时候股价可能反弹见到一个变盘点，它不一定是高点啊。比如说像之前这里价格下跌反弹这里也是变盘点，但它不是高点。所以我们在判定的时候可以多一些信号，比如说变盘点，如果你判定它是高点，它后面究竟有没有出现下跌？像这一天变盘之后在这个 K 线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它是一个有点像关头阴，有点像乌云盖顶复阴线，等下跌的 K 线信号，那么你就小心了。股价后续下跌的概率是高点的概率就极大，而后价格出现了下跌之后的反弹，又出现了阴线、阳线、阴线、阳线，又是阴阳交错。下一根 K 线和昨天是同色的，红色，那么即为变盘。这根 K 线它是上涨反弹，所以这里有可能是高点变盘，但高点变盘后却并没有下跌，而是突破它的高点，所以这个地方价格延续看上涨。就有些变盘点它是拐点，有些变盘点呢，它可能只是一个延续点，或者说它的低点变盘呢提前了本来低点在这里变盘的，它呢往后一天才告诉我们。而后股价延续上涨，是不是在九转的过程当中，它也出现了阴线、阳线、阴线、阳线四色 K 线产生，而后下一根是同色的，所以这一天是变盘，变盘 K 线加九转，那么这是不是一个风险信号，再加一个高点变盘的可能？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先减仓，而后看一下有没有股价去跌破它的低点形成了顶分型，形成了下跌 K 线，所以高点后续被确认。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先减仓，确认之后再继续卖出躲过这一次的加速下跌，仓位做好分配。而现在呢，又是来到了阴线、阳线、阴线、阳线四个 K 线产生了交错颜色，这一天又是同色，所以它是变盘点。而因为它是在一个上涨当中，反弹当中遇到了下降趋势线的压力，所以这个地方先涨定，它是一个变盘高点。后续看一下有没有收阴线，有没有出现下跌，日线的破位，如果有，这个地方一旦构成就要小心了。当前的九转呢是到了第四转，也就是说后续它如果延续上涨是有可能到九转的。而如果要延续到九转，那么这个变盘点就肯定不是高点，而应该是低点，或者说延续上涨点。所以这里不能够出现明确下跌，如果有，结合趋势线技术，结合变盘技术，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高点的概率将极大的增加。所以要预防这个地方在震荡之后出现的是拐点。那么这是阴阳交错第一种变盘信号那么在这里产生。我们稍后在第二小节讲30分钟趋势追踪的时候，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当市场出现了一个变盘点日线变盘，你用日线去确认的时候，可能得等它收线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偏晚一点，对于某些同学做短线的，或者说仓位成本较高的，它可能会比较不方便。所以30分钟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关注日内的走势，如果一旦走弱，结合变盘点和趋势线的压力，那么这种地方其实该减仓还是要减仓。如果你发现日线没有走弱信号，30分钟也没有走弱信号，那么这一波顺势行情你就继续看涨也是 OK 的。而后我们再讲一下第二种变盘点。这种变盘点呢，我们上期视频有讲过就是212模型，它是由2根同色 K 线和1根异色 K 线再加2根同色 K 线所组成，就是212。这种模型一般就跟上方的这种阴阳交错呢不太一样，一般阿哲呢是比较喜欢看阴阳交错，因为从今年整一年下来阴阳交错的一个拐点的可能性呢是比这一个这个212的模型是要大很多的，而且出现的频率也很高所以短线看阴阳交错模型很多时候也就够用了不过偶尔可能不出现阴阳交错，那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出现这个212的话，市场的识别就会相对久一点比如说像当时这里除了阴阳交错模型，它也是212，2根阴线然后1根阳线。那我们看到当时市场的这个地方就是2根阴线，1根阳线，然后2根阴线。正常2阴1阳2阴之后应该有1阳加2阴，但是它是1阳后没有2阴，所以哪个地方出现变盘呢？是这个低点的地方。那么这个低点的地方其实就是212的变盘，它是不是比阴阳交错的变盘呢更及时更快？所以两个变盘点偶尔出现的时候你要注意，它有可能会有提前和延后的关系当时这里呢212是提前并且准确识别到了这一天是变盘，
阴阳交错的话得要晚一天啊。那么你发现这一天是变盘，第二天又长阳啊，那么这一个位置又突破，所以这里突破一下啊，你可以做买进，再突破继续的看涨。我们看到最近这波下跌啊，是吧？也是212，然后这里是阳线没问题，那么这里呢是阴线，那也没问题。那阴线之后得要是212，应该是2根阴线，它却出现阳线，所以这一天是变盘点。变盘点之后啊，价格主压出现突破，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前面的变盘定义为趋势的连续变盘。如果在震荡之后啊，在周五的时候出现收盘价能够突破这个变盘的第二根 K 线又突破，就跟前面这里一样，是吧？先突破第一个变盘点，再突破第二个变盘点突破一个你可以看涨一次，那么当下突破了一个，那就看涨一次，再突破继续看涨，就连续看涨。如果你发现这个突破之后直接跌破了，就先变盘延续向上，再突破向下，那这个地方要小心，它可能是一个诱多行为，或者说它是一个高点的延后一天出现所以这个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不过目前我们就只看后面的这根 K 线也是可以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阴阳交错双变盘模型，希望这一个内容能够帮助到您。这一个技巧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曾经呢，阿哲的一位朋友分享给阿哲，那么阿哲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确实有这种规律，确实也蛮有意思的。所以阿哲呢就延续到目前为止，日线上的短线变盘点一旦出现会把它作为阿哲的趋势交易短线交易上的一个参考。那么也是阿哲今年一直在讲的一个方法。如果是新同学首次听到，那么可以把它记一下，未来可能会帮助到您规避一些高点的风险或者说低点的机会。如果对您有所帮助，那么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宝贵的点赞。当然了，如果您时间相对的有空余，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抽点时间在视频底下留下您宝贵的评论，阿哲看到也会非常的开心。那如果您还是一位新同学，那么在收听阿哲视频时，也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订阅。在点击订阅之后，会显示已订阅的按钮，那么就说明您成为了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未来呢，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技术，一起呢学习美股行情交易。这里阿哲也做一个提醒，就是您可以把这一个铃铛打开一下，就如果您是订阅观众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这个铃铛如果没有点开的还是暗的，您可以把它点开，因为只有点开这个铃铛，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的时候，系统才会推荐给你，才会提醒你如果你不点这个铃铛，可能阿哲更新您也是不知道的所以可以把这个铃铛打开这样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了。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以及订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二部分，就是30分钟日内怎么去跟踪趋势。那么讲到这就需要用到阿哲平时所经常用到的一个指标，叫彩虹带。这个指标阿哲是做趋势交易的时候呢，经常会去做个参考的，所以也是阿哲用的比较顺手的一个指标。那么只要您是订阅粉丝观众，那么这个指标您都可以去激活去使用。像阿哲盘中偶尔也会用这个指标去看一下，然后呢去做一些提示或者说一些教学。像我们在12月24号有教到了一个股价的买点，或者说股价的风险识别。像这个飘带如果是紫色的，就说明目前的市场处于上涨的一个趋势。一般来讲，上升趋势的股价下跌一般是以回调来去对待，而后回调呢，我们应该找买点为主，亦或者是识别风险去减仓为主。所以这里阿哲简单说一下如果是价格下跌到飘带上，我们怎么去买进。那么当前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阿哲呢就以它做一个简单的演示，然后我们再看到30分钟的表现。那假如市场是一个黄色的带就是彩虹带，它有2种颜色。如果是黄色，说明是下降趋势，股价的上涨呢一律以反弹对待。那么股价如果是紫色带，那么就以上涨趋势来去看待，而后股价的下跌以回调去对待。那么做趋势交易，我们一般会比较建议2种方式，一个是顺势在下跌途中做反弹之后的空头，以及在上涨途中做下跌后它的一个多头回调买入。这2个呢都属于顺势交易。当然因为美股市场呢牛长熊短，所以正常我们可以去考虑主要专注于紫色带的回调买点。好，那么紫色带回调买点正常会有几种方式它比较常见的有2种。一种就是股价回调，它的正常回调区间就是会收盘跌破这个飘带比如说你看到这里，价格当时从这个高点回落，因为是紫色带，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回调。回调时呢，收盘开始跌破飘带的上沿，进入到飘带之中，这种形态就叫做正常的股价涨多了之后会调到的一个价位。而调到这里，
只要出现再次的收盘站上飘带，就先跌破再站上，就说明调整结束，正常回调结束啊，后续将回归上涨，那么它就是一种买点。还有一种呢是强势的，价格调，它收盘不跌破，然后直接止跌上涨啊，这个可以作为买点。回调收盘不破啊，反包止跌作为买点。这种一种是强势的回调，一种是正常回调，还有一种呢是属于弱势的回调，就是空方有些走强啊，多方有些走弱，就是这种收盘价呢可能把这个整个飘带都跌破了下沿啊，一旦跌破，它就有可能是一种砸盘行为啊，在跌破飘带之前都是洗盘，跌破飘带为砸盘，跌破飘带也意味着有可能会出现趋势走弱，所以每一个趋势由紫色带转为黄色带的初期，它肯定会有一个动作，就是跌破飘带，但是砸盘它也会跌破，所以我们需要去识别的另外一种买点，就是一旦跌破飘带，我们需要关注它能不能快速的回归到飘带之上，如果可以，它也可以构成一种买点。当然更加明确的买点就是开始跌破的第一根 K 线，你可以标记1号 K 线，而后它的第二天为2号 K 线，如果1和2之间就是反包阳线的关系，其实可以直接构成买点的尝试，而后把1号 K 线或者说近期低点作为止损啊，像前面这里它是一个买点，或者说像这一天啊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天为反包的关系，而后股价呢是收盘在线上的，那么这种就直接构成买点，然后临近低点作为止损。当然呢，还有一种更加标准的，可能是2天跌破，而后它并没有产生反包关系，比如说当时这里跌破了第一根，跌破了第二根，股价的走势呢没有反包，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一般我们会把2根 K 线里面的低点选偏低的，2根 K 线里面的高点选偏低的，形成一个价格区间。这个低点呢就是支撑，这个高点呢就是压力，价格后续得要突破压力，不跌破支撑，那么看涨。所以这个地方当时就是突破了压力，回踩不跌回这个区间，止跌收阳而后上涨，这就是3种买点。那么当时阿哲在盘中所讲到的，其实就是第3种，叫做破位飘带，绝处逢生。一旦跌破飘带，它就说明趋势有走坏的可能，但同时也有可能是砸盘的买点。那么怎么去买进呢？又怎么去识别它可能会走坏呢？第一个就先画线，画1根，画2根，第2根的高点是压力，第1根的低点是支撑，突破那么就是买点。好，买入之后你要小心一个动作，就是左边的临近小高点，它是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不能出现冲高回落长上影线，或者说突破失败，比如说突破跌回来，或者说冲高回落来一根阴线，这种都不好。除此之外，只要能站上去特别最好的是有实体阳线过一半的状态，那么就说明趋势是没问题的，没坏，就是一个砸盘而已。我们看到30分钟当时的一个走势，目前所看的是30分钟的图表那么这里阿哲刚刚有些口误刚才所看的图表它不是30分钟，它是15分钟。那么当时阿哲盘中讲的是这个点位，其实呢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也就是周2的时候就有讲过，当你看30分钟你觉得还是晚还是慢的时候你是可以看一下15分钟。那么用法是一样的，就是一旦出现破位飘带，就跌破1根跌破2根时这个低点做防守，然后高点的突破，那么看涨。当时这个左高是不是直接就大阳线过去所以趋势没有问题，它就是一个砸盘。那么后续在15分钟呢，我们又出现了一个跌破，应该是周3的时候，那么盘中出现了一些波动，是吧？开盘时出现了一些洗盘，它跌破了第1根，跌破了第2根。好，那么我们知道这里突破它是买点，那么左高不能有明显的压力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又过去了？那过去趋势无碍，这2个地方就都是砸盘。那么30分钟也可以看，那30分钟的看待就是它其实都是正常的回调，是吧？正常的一个回调而后买点，这里是一个强势的回调而后产生的买点，所以30分钟、15分钟都可以在这2个地方找到一些买点，只是15分钟是砸盘，30分钟呢可能就只是正常洗盘。那么后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规避市场的一个风险产生呢？首先，如果30分钟产生了未来的2根 K 线跌破，而后那个支撑点能够止跌向上，它又会构成买点，日内的买点。如果没有，而是直接把2根 K 线的低点给跌破，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结合日线变盘，它就是风险点。你想要更快一点那么就是15分钟了。15分钟同样的跌破2根，而后低点它再次被跌破，后续的反弹转为黄色飘带有压力，那么这就是日线日内它提前在日内告诉我们的走弱信号，
结合日线有下降趋势的压力以及变盘高点的可能，它这些都是风险。所以做日内的话呢，你可以专门看一下这个15分钟、30分钟表现，15分钟跌破2根，然后30分钟跌破飘带。如果你想要信号更加准确，卖的地方可能确实更容易产生风险的话，你应该看的是30分钟会更加保守，或者说更加的准，或者说它的信号准确度会更高一点。而如果你想要更快而后想要牺牲一些信号的准确度来让你更快的能够识别风险，你就可以用15分钟它会更快的产生一些风险的信号。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30分钟、15分钟，我们在日线目前可能是变盘高点时，为大家去带来的一种策略，也是呢在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去用到的这几种回调的一些买点和一些分析的方法。那么希望这个也能够对您带来一些分析上的帮助。当然，如果您目前呢是还没有激活彩虹带的，那么这里阿哲来告诉大家如何能够去激活这个彩虹带。首先，我们的彩虹带指标呢，它是阿哲所使用，并且呢是把它作为一种订阅福利来赠送给各位。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可以拿到3重福利，其中第1重福利呢就是彩虹带1周的体验权限。不管是新同学还是老同学，只要订阅了阿哲，并且您还未领取过这3重福利的，都可以找助教老师去领取去激活。那么怎么去找到助教呢？在右上角所弹出的小卡片当中就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之后您就可以去找到助教，而后跟他要一下这3重福利。当然你也可以看一下底下评论区的置顶评论，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的链接，您点击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这2种方式都可以。那么第1个福利就是彩虹带的一个使用权限，同时呢也有一些教学视频，大家也可以跟助教去拿一下怎么用这个彩虹带。第2重福利是盘前的广播，阿哲呢在每天的美股开盘之前，只要当天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写这个盘前的广播。那盘前广播的内容比较多一般呢是一个文件，是一个长图来着，所以它会有很多内容，有指数的分析和个股当天的一些关键点位。那么像昨天12月24号阿哲呢这个只截得到这个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呢这个太长了那张图，所以呢就看不到。大家找到助教之后呢，可以去咨询一下助教，就每天怎么看到盘前广播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呢就可以去每天看到这些。第3重福利就是我们有关每周的一些非公开课程。那么每周的周一，一般阿哲呢会有频道的公开课，而周2到周5，那么这4节课程呢都是非公开的，并且每周的课题会有所不同。那么像本周呢，我们主要讲的主题就是神奇九转它的一个使用和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您是对技术分析感兴趣，但是现在技术分析可能学得还不太好，并且实战呢也有些问题，交易、买卖或者说做一些计划指数的分析都不太足够，那么你想要去强化一下技术分析的知识，或者说实战使用的，都可以去跟朱老师报名参与每周的一些不公开的内部课程。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阿哲不会公开去讲，那么希望它也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关于指数环境大家有所分辨之后，那么我们来看到个股的解析。当前的指数环境我们知道它临近一个变盘点，而变盘信号还未被确认是高点还是延续上涨，所以一般处于10日入口的节点附近个股你呢就不要随便再去加仓了，哪怕有买点，一般也尽可能忽略，或者说仓位要更小的去布局。它毕竟已经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运线上破的买点，当时运线上破就是个股布局短线看涨的一个绝佳机会，而这个机会错过了，目前来到了一个下降趋势的边界，目前要判定是有效突破还是高点回落，这种节点上你再去买股票就偏赌的成分。所以目前的市场环境告诉我们，当下个股尽可能要保守一些，不要在这里随便去动，除非能够在震荡之后再来一个上涨突破，把趋势线突破，把变盘 K 线高点突破，那么这里延续看涨，甚至有机会和标普一起新高，那么我们再去做多个股和一些加仓点位。如果真出现这种行情特斯拉应该就会来机会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呢，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张图。这个图呢阿哲没有更新因为目前还是没有出现我们要的那根阳线和缺口。在阿哲讲到了这个 3% 的点不足以去形成空间的打开趋势的再次延续之后，市场一直在走一个震荡。特
特斯拉呢高位出现了横盘，有点震仓的感觉，它好像要通过时间横盘来去消化左侧高点大家对于此的一些恐惧或者说抛售。所以在这个节点上，我们首先不要随便的去加仓，因为你不知道它是要走正仓之后的突破还是回落。所以在这里随便去做的话呢，可能十字路口一旦选择不如你所料，而是往下的话，你又错过了仓位在低位去布局的机会了。而目前市场加速也还没出现迹象，因为还没有我们要的那个5%以上放量尽量有缺口的一根 K 线产生，所以目前还是在一个路口当中，没有出现选择一个空间的打开。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图表，在这个图表当中市场还是处于一种相对 OK 比较强势的一个区间上升区间当中，只是因为左边的高点当下在用时间在消化，所以走势呢偏慢偏震荡。不过最近呢连续的阴线看着还是有点吓人的，只是幅度不算很强。但毕竟在那根阳线启动之前，我们在这里仓位不要投入太多，因为它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我不突破先，我先回撤，然后呢去洗一下盘，在这一个趋势线上再止跌去往上走，这种呢会更加轻松不至于呢说有太多的抛盘和跟风盘。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它彩虹带上的一个表现。当下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日线上市场出现了一个震荡，而后成交量连续的缩量，就是这4天的阴线一直呢是缩量的。我们说在上升趋势紫色飘带下出现了这种横盘并且是缩量，它代表它虽然在调整，但整体大家的一个情绪还是 OK 的，没有出现相对恐慌性的抛盘。哪怕昨天呢出现有一点盘中的下跌，但它整体的量能并没有去很好的释放。所以目前大家对于特斯拉的一个看法，应该大部分的大众情绪都是看涨，所以这个调整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被洗下车，这个震荡量能在缩量，所以这里要么出现直接的阳线去突破启动再次的拉升，要么就是出现股价的回调到飘带附近寻找正常的回调买点。因为如果确实洗盘不充分的话，它在拉升之前可能就会来一个动作，就是硬性的一个砸盘，出现明显的放量，而后到飘带附近产生正常的回调洗盘，而后再止跌上涨。所以这是两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震荡之后直接启动，当下来看需要结合指数的一个氛围了，气氛。如果指数选择确实变盘向上，连续向上，那么第一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才会增加，否则这个地方往下去找空间调整的可能性会更大。看到它的支撑 469.25 以及呢中轴线 456.684， 这是日线上的看法。而后我们需要看到小级别30分钟。当下我们所看的是30分钟的图表在30分钟当中呢，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现象，也是之前呢我们一直在讲的，它走了一个三角形的收敛状态。这种收敛的状态，它其实产生了一个突破，当然它是级别比较小，它跟指数的日线那个没有太多关系。它这一天产生了突破，但突破之后呢，市场出现了高点信号，而后回落。在回落过程当中，昨天盘中的开盘的下跌，它是重新回撤了一下这个三角形收敛时产生突破的一个下降趋势线。好，那么现在呢出现了一个低位信号的一个反弹。反弹过程当中碰到的是黄色带，所以有所滞涨。那么当下我们要去确认它这一波反弹确实是一个对于之前回踩的有效性，而不是要这么去走，去碰170飘带，或者说并不是要跌回这个区间之内。它只要不跌回这个三角形的一个下降趋势线之中，那么整体它这个地方有效突破的概率那么就比较大，后续呢将有机会出现启动的上行。所以30分钟也可以关注一下特斯拉的一些迹象。这个迹象最好是对黄色带的有效突破。什么叫有效突破就黄色带突破之后它要数一下第一根，然后第二根，2根 K 线当中找一个高点，它就是压力，它要过去这个压力，而后回踩飘带不破，是吧？当时2根 K 线的高点没过，回踩飘带也跌破了所以这个地方它就不构成一个回调买点。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的是它突破了第一天。那么下一根30分钟就是第二根，好，那么2根 K 线会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突破，那么我们可以构成日线级别，我们可以构成30分钟的追涨买点。当这个地方的追涨买点呢，你看你的仓位分配吧，到时候如果出现这个买点，那肯定呢会转为紫色，你也可以找回调之后确认止跌再买，那么那个仓位呢可以放多一点。
所以通过日线图表，我们看出整体的恐慌性不大，整体市场呢处于正仓的过程。如果30分钟能够在突破三角形后再出现启动，那么就是一个好的买点。但假如它没有启动买点，那么尽可能等待对于日线飘带的一个回踩去进行交易。以上呢是对于特斯拉的一个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的话还是比较弱，市场虽然走势很强，但它在之前走了9转触碰170天线之后啊，它出现了一个走弱的迹象，有点也是出现了下降的一个三角，也有一些走收敛的一个状态，当然是小级别的。然后在周线上，它其实就是9转之后啊，维持在9转 K 线之上，这是一个好现象。就跟之前这里啊，9转出现了，9转被突破了，整体市场延续的是周线的见底。那目前我们依旧也是判断周线呢处于一个底部的反转状态，只是之前很强，最近有点走弱，要小心它不创新高，反创新低。这个结构出现的话，它可能要去回踩9的一个区间之内。那这个时候啊，就对于波段投资者就不太舒服了。那对于中长线来讲，可能还好一些。所以没有出现具体的更好的买点之前啊，我们在这附近就不要去加太多仓位了，特别是之前刚波段减仓过的啊，这个地方就还是做短线的仓位，然后不要呢去加太多。更好的仓位还是看一下170能不能站得上，然后在这附近寻找一些启动点。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飘带的反应。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日线级别 Meta 的一个飘带和一些9转的一个走势。当下 Meta 呢是走到了一个5号线，也就是说升息9转，它已经走到了1到5。那么下周只要不是出现明显下跌而是继续往上涨，那其实就是5号线6、7、8、9是吧？3个交易日，那么会见到再一次的9转。但是这个9呢和之前9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前面是大涨，就是上涨很强势的9，而现在这个9呢是正仓的9。正仓9所产生的风险呢，一般来讲就不算很大，好，反而呢可能会出现缓涨到急涨的过程。所以正常这种9一旦形成，它的风险反而可能会小于机会我们可以去期待这个上涨9的出现。2个上涨9产生，一般呢就奠定了一个下跌之后反转的一个结构的形成，这反而是一个好的事情。不过阿志还是更加想的是，它能够突破一下上方的170 690.62能够突破，借助9转去突破，那么会更好。当下呢就还是紫色飘带的一个回调买入之后缓慢的一个上涨。这里不要去跌破飘带，虽然跌破飘带会出现一些绝处逢生的可能性，但是毕竟你的买点是在这附近买的，所以你整体的成本相对的偏高一些，它没有给到太好的直接的趋势的突破。所以当前你的买点和你的成本离得比较近，你甚至呢都要考虑去短线跑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它出现破飘带，就是一个风险，它有可能要去破前面的低点。一旦出现这种结构，那么市场可能回调就要往前面这个缺口，或者说前面这个跳空附近去找，所以尽可能不要破这个支撑，而是往上走延续的9。目前飘带的一个上沿是 657.669， 它的下沿是 644.993关注这两个价位。以上呢是 Meta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话，它就是突破了之前所跌破的一个颈线，但这个突破行为呢，它不是第一次发生之前在这个长下影线后的反弹，它其实也站回到颈线上，但站上一个压力位，站上一个之前的关键破位点，它不是说就已经缓解风险，或者说就已经有效突破，正常需要有回调，或者说正常呢需要去再次的回撤。所以目前呢是一个加速突破，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因为它整一根阳线大部分都过了这个价位了。那么在回落时，这里是一个支撑的可能性就会变大，但是它还没有回撤之前，我们就还是先看一下，要等待。而后我们等等看一下飘带的走势，你就知道了。好，这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个下跌时，这里是212，好，212这里是阳线，这里是阴线，这里是不是延续212？好，那么这里是一根什么 K 线？这一根是阳线，它是绿色的。那么阳线之后接2根阴线，那么就是正常，但是它接的不是2根阴线，而是一根阴线加一根阳线，所以变盘 K 线呢就是这根阳线。那么变盘 K 线呢就是这根阳线，因为212在这一天被打破，所以它的高点它的低点要关注，它是一个加速过程当中的变盘点。那么这一根 K 线它就是一个高点变盘可能性会大于低点变盘和延续变盘。而我们的确认条件要怎么确认？跌破它的低点吗？可以，但是很右侧，并且因为是长阳，
跌破的时候你已经回吐很多利润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个地方，这里是一根阴线、阳线、阴线、阳线，本来是阴线，这一天是阳线，所以这一根 K 线啊，它也是变盘点，跟指数同步。那么一根大 K 一根小 K 我怎么看？我就看这一根小 K 的，同时它是孕线、母线和子线，子线它的低点，那么也可以作为一个防守位。也就是说，如果收盘价收阴线跌破它，那我不管它的回撤是支撑还是不支撑，这里先认为它有一个变盘高点，那么去减仓。后面它是回调有支撑再启动啊，它走出一个回调低点买入，还是说直接跌破，确实形成了一个更大级别的变盘高点，都 OK。反正跌破止线先减仓，支撑附近找买点，没有买点就继续跌破继续减。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运线上破之后去寻找了结获利点以及呢高抛点的一个地方。除非下个交易日震荡之后再来一根阳线啊，能够把变盘点高点给突破，也构成运线的母线突破买点。那么之前这个低位它是一个下跌时运线的反转点，这里是突破买入，而这里又出现了运线。那如果它不是反转高点，而是继续突破，它就属于上升趋势的延续买点。一个运线是反转，一个运线是延续。如果这个运线不是，而是往下破，那么就是一个低点是运线反转，一个是高点运线反转，所以要小心这种状况，特别是近期出现突破买入获利的同学。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个飘带的表现。目前呢，我们所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信号啊，是一些震荡的信号，价格走到这里出现了多个变盘，多个信号，底下的飘带即将转为紫色，只是还没有转。我们要关注一下突破的两根 K 线，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所以两根 K 线呢，它是一个压力，是不是刚好多种信号都说明这根阳线是比较特别的，这根阳线是比较关键的。而现在呢，阿哲在叠加一个指标，就是一些超买超卖的信号，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超买的节点，之前在这里反弹是吧，它也是超买，目前又进入到超买，超买加多个变盘多个信号，所以这个地方肯定它不能作为买点，你要去小心，要做好减仓获利兑现的准备，除非有一根阳线突破是吧，我们再去延续看涨。而如果能突破，那其实呢它就构成了一个强势的反弹，那飘带后续就会转为支撑，那么这个地方将也会产生一种回调买入机会，但目前还不是，还是以反弹来看待。因为整个市场的走势之下，它如果在突破飘带时它不能够去站稳两根那么这种地方其实还是有继续回落的一个可能性的，就特别是跌破飘带再回来是吧？正常如果破了飘带站回来，它两根 K 线它的压力如果形成的话，它其实就说明它这里确实走坏了。就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能够突破两根 K 线还能够涨的后面回调它是一个机会。那么现在呢就不是股价走势它还是处于过飘带是风险，过飘带是风险，过飘带要小心。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一个压力，突破再说，剩下的仓位后面再看，否则这里就是短线的获利点。所以大家呢手中有其他个股阿哲没有讲到的，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状况的，你呢跟朱老师呢激活之后就去看一下，它是黄色带还是一个紫色带，紫色带做回调，黄色带做反弹高抛超跌反弹，也或者甚至激进一点可以做空。所以大家如果还未激活的，可以点击右上角弹出的小卡片，然后呢去找朱老师去激活这个彩虹带的一个指标。您也可以按照阿哲这种思路去分析您手中的一个个股。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特斯拉、Meta、英伟达3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呢是有关于其他的个股解析，第一支标的是谷歌。我们目前所看的是谷歌的一个日线图表，谷歌呢在之前走出了一个破位之后绝处逢生的一个交易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当时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天的跌破？跌破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数了，这是1号 K 线，这是2号 K 线，2天呢没有出现仿包，那么低点就取偏低的，2天的高点取偏高的，这里是支撑，这里是压力，突破，那么这里是一个买点。买入之后你要小心，就是小心什么呢？就是一般绝处逢生砸盘之后左边的高点一旦这一波反弹不能过，而是继续往下，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级别的趋势反转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了，绝处逢生之后你买入之后要看一下上方，一旦出现不对的地方要先跑，跑完之后看一下回调的力度，一旦它的力度很强，那么我们就不要再随便做多了。假如回调它依旧是给到了回调买点，我们继续往上去看，但是不过新高之前
你要留一点心眼，就一旦不对，不要说现在买进了止不止损，之前的波段交易也要走，是吧？曾经他给过很多次波段买点，这一次之前跌破走出来，是吧？市场上涨，目前回来砸盘低点，股价反弹，但目前还是反弹，因为它没过左高，而后它破了飘带，目前又有一个黄色带。好，股价呢上涨3天，这里出现了黄 K， 黄 K 是风险信号，说明它已经超买，它容易滞涨啊，容易呢是一个超买的点位。之前这里是不是也是加速有超买，股价新高跌破就有风险。好，那目前这个地方又有超买，你就注意了，这里不要乱加仓。一旦超买 K 线产生，风险就是跌破它的低点。一旦超买，一旦跌破，这里小心往下走。一旦股价反弹往下走，这个趋势就坏了。所以当前它的一个绝处逢生啊，它属于一种砸盘的可能。但只要不新高之前，你这个砸盘低点买入的筹码就要注意一些啊，走一步看一步，相对有一些压力不能过啊，有风险掉头的时候立马要跑。所以阿哲呢其实是不太喜欢看到砸盘买点的，因为一旦出现砸盘买点，就说明一种情况啊，它的趋势有可能会走坏，因为它不是每一次都那么走运啊，每一次都能够砸盘之后立马就能够涨，是吧？像之前这里就比较好啊，一根 K 线2根 K 线啊，砸盘啊低点的突破，是吧？股价呢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高，所以趋势呢没有问题。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要小心了，一旦出现黄 K 破，你就先把砸盘低点的筹码先获利兑现，当然其他的可以不动啊，因为你这个位置趋势还没有完全坏。好，回调止跌啊，确实呢有支撑了，而后再找回调买点，突破再去寻找加仓机会，所以这种就属于趋势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买点呢，确实也会导致趋势后续可能会走坏，所以正常来讲，一个趋势强势的行情啊，就找回调买点，找回调买点会好一点。所以这种地方呢，它是砸盘买点，那么这种买点呢，你要知道啊，一不小心可能就是一个反弹的2次出货点，所以这种地方啊，注意它的风险。我们看到这个阳 K 线，我们看到这一根黄 K 的低点是313.32，可以作为你的移动止盈点。现在这个股，我们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的话，趋势就没有什么变化，它是一个黄色带下跌，下跌途中呢出现了一个反弹，当时这里有各种超跌啊，有白 K 的超跌，蓝 K 的超跌啊，股价的反弹，反弹过程当中，市场遇到了飘带，出现了压力，无法突破。但是它目前虽然走了一个滞涨啊，但是它没有黄 K 啊，它确实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阴线下跌。但是我们也有强调啊，就是这种黄带下的反弹，你做也只是小仓位，就因为它是黄带，本身就是逆势的一个上涨，所以你哪怕做呢，仓位也不要重，甚至呢你就忽略它，你就专门去找有效突破之后的回踩啊，它突破之前呢都是反弹，这种反弹呢就火中取栗，它有时候会产生反转。但是那种反转的概率啊会比较低，就大部分情况下啊，下跌时所产生的超跌信号，它就是一个反弹，是吧？股价超跌了啊，它就只是反弹，超跌了就只是一个反弹。你这种反弹呢，就是属于火中取栗的逆势行为。你要是有赚，你就最好跑，那么不要怕跑错，跑错后面肯定反转的时候给你买点。就一旦不跑，一旦呢贪恋，那么股价走势这种行情一遇一次啊，就只要你碰到一次。你可以抄底无数次成功，但是你只要遇到这种一次，基本上你就被套了啊！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去赌这种小概率事件啊，逆势去赌它反转。所以这种地方要么先看一下，先看着，要么呢就不操作啊，或者说小仓位操作。好，当前的飘带上沿它的压力是204.705，在飘带的一个下沿附近和上沿附近，一旦遇到压力啊，一旦出现这种明显的阴线下跌啊，就要小心了。目前还没有啊，因为它的阴线是比较小的阴线，有下影线，阳线呢还能够反包啊，所以当下如果你说我买了，这里要看涨还是看跌啊？目前呢是短线多方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站上了飘带的下沿，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上沿204.705。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 啊有一个超跌的蓝 K， 但是却跌破了，没突破，所以没有超跌的买点。之前这个地方呢是有白色超跌，然后反弹了一波，所以这种地方它任何的买入信号，任何的抄底信号啊，都只是一个反弹，都只能看超跌反弹，而任何的一些黄 K 风险信号，你都要郑重的去对待。所以当前的 MSTR 呢，只能说风险大于机会，哪怕你做左侧这些地方，你的仓位也只能说一点一点的去加上啊，但是不能说直接在这里去满仓啊。
但不能说直接在这里去大仓位的去布局啊，它呢不太值得目前去大仓位布局，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如果你更耐心一点，你如果说我非要去做这个 MSTR， 我就看好它的未来，那么你至少要等一个有效强劲的突破，是吧？目前的 MSTR 这一波下跌，它是有一个单边的强势的日线的一个下跌，一次突破向上都没有啊。当然你要再追溯到更久之前呢，有之前这里是吧？之前这里有一次突破向上，突破了一根，突破两根啊，170有压力是吧？而后呢往下跌，好，超跌又反弹啊，突破一根，突破两根，哎，好像还能突破，哎，这个机会有了，有可能有，但是往下跌的时候没有撑住，没有买点啊，所以它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走出反弹。很多时候你以为能够反弹，但其实都只是你以为。现在也是啊，你以为这里是底了，有可能还是你以为啊，所以还是等它走一个明显的上破线。当前的下方的趋势，它的压力是 170.127， 然后上沿呢是 179.002。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还好一些些，就是它还没破底，就目前走到170附近有支撑，然后价格走势呢，它当下呢是站到了飘带之上，然后我们看一下飘带之上呢找一个高点就行啊，那么找这个高点，所以它是过了飘带，然后震荡，飘带呢有要转紫色的过程，所以中短期呢在下跌减缓，而后趋势呢再慢慢走好。如果能够突破2根 K 线的高点，然后再回踩有支撑，这个地方初步中短线反转，而后又因为在170附近，它是一个属于偏低的位置，170还向上，那么中期、短期、中长期都有可能是一个底部区域。所以微软呢，我们是可以多多去看看的，但是这里还没有构成特别好的买点啊，所以博弈反转要有耐心，不要着急啊，千万不要着急，你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是一个反弹而已，是吧？所以一旦后续黄 K 跌破往下落啊，这个时候就是风险了，不要买在黄 K 的地方，千万不要买在风险信号提醒的地方。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那么是博通。博通的话，价格走势是出现了破位之后的失败啊，因为它跌破了第一根，跌破第二根之后又跌破了啊，所以这里虽然有超跌信号有反弹，但其实我们要知道它属于一种趋势破坏之后的反弹。像什么叫趋势没有被破坏呢？我们看它之前是吧，它这里跌破了啊，是一个砸盘，不对，画错了，这里是跌破第一根，这里是第二根，所以是这2根 K 线取低取高是吧，突破啊没有跌破，价格走势还能新高，所以当时这里呢是一个砸盘啊，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第二根，好，所以这里呢是一个砸盘，后续呢还有新高啊，这种跌破一根，跌破2根就直接向上了啊，跌破一根就向上了，这里跌破一根就向上了，所以这些都只是砸盘啊，这里跌破一根2根，这种跌破啊，它前面有更低的低点，你可以用它来做低点，有时候砸盘低点的是这一根，好，股价是不是又新高？好，那么这里又来了啊，跌破一根，跌破2根，失败了。所以很多时候啊，一只股票如果真的强势，它是不会一直跌破的。你看一下之前的博通，在强势的时候它是不跌破的，就人家呢就一路向上，它不会跌破。好，那么等到你看到这个时候啊，股价开始跌破的时候，是不是走弱了呀？再往上，一新高就走弱，一新高就走弱。所以一旦趋势跌破，就开始说明趋势有点破坏，那么它就容易不像之前那么稳定了。好，这里就开始走弱，走弱的次数多了，那总会开始栽跟头的。所以这一次呢，就是超过了它这个区间跌破了。好，跌破之后有超跌反弹买吗？可以买，它这里关头阴突破，所以可以做交易啊。但你要知道，这里反弹的概率是极高的，也就是说它很难新高了啊，因为新高之前呢，它有一个大缺口，还有一个飘带，难度很大啊，所以这种地方也还是只能做反弹，特别它还是一个黄色带。黄色带的下沿359.635啊，所以注意一下。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 啊，它是不是也是超跌蓝 K 反弹，超跌蓝 K 反弹？当前所看的是 AMD 的日线图表 ，AMD 之前这里是不是也是运线的上破，而后出现了向上的反弹？但反弹力度很明显比很多股票都不如啊，它是没有破飘带的。像英伟达是不是走上去了？它还没走上去，它连第二根都没有，所以它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反弹，收盘在飘带之中。那么正常反弹就说明它这个地方反转还谈不上，所以它最多就算一个震荡，算是一个下跌的中继啊。但是它这里呢机会不大，除非能够向上突破2根，我们再去关注它。在这之前呢，就看个反弹就行了。飘带的下沿目前是213.26啊，它的上沿是216.337，突破之后我们再继续跟踪。
下一只股票是 HOOD 也是在跌破了2根 K 线之后产生了超跌反弹，但是它已经是跌破过一下这个低点了，所以有点超出了这个幅度。价格跌破之后反弹，这里是压力回落顶分型，所以当前这里也跟多方强势没有太多关系我们要小心破位之后反弹不过黄带的这种走势，那么它有可能就要继续往下去探一下170的一个支撑了。170在 105.045， 而上方的飘带压力呢是在 125.255， 当下就是一个上涨后感觉有反转，但是2号 K 线没破，这个回调跌破了，所以它得要重新来一次向上突破，回踩不破才去找更高的高点去找这个支撑。那当下就还不行所以呢这是一个相对风险的地方，不要随便去做多，还早，蓝 K 也没突破，止跌没有确认。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PP 的话是股价出现了一个上涨回调，然后在飘带附近出现了一个收盘跌进了飘带之内，所以它是一个正常回调。正常回调有超跌有反包，所以这里呢看涨。看涨的过程当中它创了新高，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上升趋势的延续。那么飘带下沿，那飘带呢就依旧会有支撑，因为上升趋势就是股价上涨回调能有新高你不管这个新高怎么样，至少收盘价过了是吧？它就是一个新高。新高之后价格回调，飘带只要止跌，那么这里就依旧看涨。所以当前呢它有点走向了新高之后震荡，但是趋势我们依旧是看涨的，因为它算是少数不多的最近出现反转的。像之前突破第一根第二根它就失败了，最近呢是突破了第一根第二根它就能够继续突破，所以价格走势还是很强的一波上涨后的回调，所以当时这个买点是很确定性的。这一波上涨到了新高之后你可以做减仓，因为从目前的震荡来说它有可能会调一调然后再找买点，所以减一部分仓位等右侧的反应，如果继续涨呢，那么新高之后再找机会，如果跌呢就找更好的买点。反正飘带这个还有支撑所以我们可以多关注。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RCL Circle 的话就偏弱一点，因为它是之前突破2根之后一直有压力，所以股价呢确实突破飘带呢属于什么趋势有可能会变，但是变的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会变震荡而继续跌，也有可能是震荡之后反转，也有可能是 V 型反转但是我们要知道是它至少得要先过一下2号 K 线这个部分的压力，不过有压力走震荡，那么在下跌趋势当中走震荡一般来讲往下破的概率要先更大于往上破，所以当前这里的一个区间它出现了形成了，那么之前买进的筹码在这个地方就要先减一部分仓位，因为你不减仓你完全去博弈它能够直接向上这个概率本身就是比较低的，它向下的概率反而更高一点，因为目前就是一个下降趋势，它的飘带呢紫色还很窄，黄色比较宽，所以下跌趋势比上升的趋势它的可能性更大这个力量呢更强。当下呢回调是缩量，而后在飘带附近止跌，有一些超跌的信号，如果能出现一根阳线反包要够强站上飘带，你可以再看一下它能不能突破区间，如果没中阳线，它往下的概率会比向上概率更大，所以短线减仓之后买点就是一根反包阳站上，而后去搏它能够新高，如果压力还在直接短线要跑，所以有一个买点可能会产生，但是目前没有，就先不看先。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 SMCI 这个也差不多跟 MSTR 就是价格下跌有超跌反弹了一下，反弹一下基本都是反弹，所以目前呢就是反弹没有太多的一个交易信号，市场呢走的还是一个下跌的情况，所以飘带是压力反弹，不过还有新低 32.022 作为首个压力，那么它的上沿呢是 33.312这里呢是2个压力区间，它谈反转就还早。一旦市场的趋势变化，你发现它出现了跌破1根跌破2根反弹不过左高，甚至反弹是有压力的，这种就很恐怖了，下跌破了位是吧，170也破，这种情况下多头就兵败如山倒，那么空方呢也就进场了。那目前空方占优的情况下，想要走回多头就同样要来一次之前的步骤。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就是 OKLO 在飘带之下是黄飘带，然后呢它在170附近，所以它这个夹角呢有点像微软所以我们最近也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它之前
在高位也是走出了这种破位啊，跌破一根，跌破两根，反弹不过，然后有压力，小心了，危险，跌破低点就确认了，兵败如山倒，是吧？空方就来了，这种情况下来到170的目标位到了，有止跌有反弹，但力度太弱，目前运线都没破，而后它也是个收敛的状态。170是多少？目前有点被破了啊，是81.722，空间上是比较诱人，但是资金没有进场，整体量能是缩的，没有出现比较好的突破。之前突破了一下，但是突破一根就出现下跌了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像英伟达目前的动作啊突破了很强，但其实当时这个地方 OKO 不也很强嘛，是吧？这根 K 线当时15个点的涨幅，突破了左边高点，感觉很强吧？后面还是一个下跌，所以反弹的概率永远比反转概率要大，在空方飘带之下。好，那么当下呢，我们看到它这个动作依旧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不要随便抄底，等突破，等转势。在飘带转为紫色，离170靠近，这种区间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区间，但当下还没有，有可能是一个下跌中继，要小心这种情况。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2TR 啊，当下是一个跟 APP 一样强势的股票了。像曾经也是破了2根反弹，不过前高有压力，然后往下跌时一般目标位就可能要看到170附近了，往下到170附近啊，出现超跌的一个蓝 K， 然后反弹。那反弹时目前是不是来到了飘带附近？它出现了一个1号线、2号线的再突破，那么这一个回调就是买点。好，回调找买点是没有什么问题，价格目前向上，依旧走的是一个高点能抬高，低点再抬高，所以当下的走势是不错的。整个趋势呢，只要它在这里震荡，跟 APP 差不多啊，它只要不是说再破飘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找买点就行，然后看左边的高点新高，那么这个位置就继续等待，而后它尽可能不要大阴线下跌放量，那个就不太好了。所以当前的飘带，我们看185.978。至于你说减不减仓，看指数环境，指数如果变盘高点确认，那么哪怕它的走势很漂亮，你也要小心被影响。那么到时候也要减仓。如果指数环境的高点不确立，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还有向上的一个空间的。现在这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就是跟 MSTR 差不多的走势，就还是一种空方飘带下的压制，而后蓝 K 呢没突破，整体呢有九转大追了，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九转的，而后九转之后呢是有止跌的。所以有蓝 K 有九转有左边低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考虑它可能会有反弹，但是不作为做多的首选标的，因为它很弱。至于为什么弱，在本周学过我们九转序列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这里呢阿哲就不细讲了，因为有些内容是不公开的。好，股价走势呢在这里哪怕能够反弹，它也就是反弹。我们看一下飘带的下沿，它的飘带下沿是255.649这里作为一个压力。我们看到现在的股票是扣位股价也是超跌反弹，蓝 K 向上我们是不是说过呀？不要看它涨得很强，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回落那么再强它也就是反弹。像之前这里，别看很强，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就是风险，就是下跌趋势。所以当前这里就还是风险，只是呢它这里是背量，所以它有一个缺口背量，然后单不破，股价下跌力度是缩量的，整体有机会这里不跌破而后启动，那个时候就机会来了，至少还是有可能碰一下170的。但如果这里继续往下落不止跌，那你就不要随便买了。所以当下呢就看一下这个飘带呢很窄，在78.926作为一个支撑，如果下个交易日破了而不是反包止跌阳，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小心的风险，毕竟底下有缺口，上方这里其实也有一个跳空缺口，是吧？看补哪个。如果直接来一根阳线把这个缺口补了，好，直接做追涨买点，看的目标可以看到170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关注一下，有可能是短线的超跌买点。而后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U 美光的话也是不断的出现砸盘的点位这种不断出现砸盘的点位的话就不是很好，我们更加希望它是正常回调。一旦出现砸盘低点趋势就有可能会走得弱一些。当时这一波砸盘之后前面的这种缓慢但是稳定的上涨就不复存在了，它的趋势的环境就变了，是吧？砸盘之后一天两天突破，股价呢新高，所以没有问题，回来跌破一天两天有反包关系所以股价呢看涨。
又新高，所以趋势没问题，只是因为砸盘的原因，整体的多空之间空方有点变强，多头不是很之前的那么稳定了。目前是黄 K， 黄 K 就不要买，等回调，回调是 254.158， 目前是它的支撑，当然中途这里的跳空也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点。美光还是很强势的。然后下一只股票呢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话，我们在上期是不是讲过它其实就是不是很强，也是呢一个黄色带。那么这种过程当中，我们要等待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明显的反转趋势，有170支撑，然后再找到它转为紫色带后的回调买点，那么就很漂亮。当前呢是一个黄 K， 黄 K 在黄带附近，这里不要买股票，要小心，要去看一下二次回踩找支撑228.868，如果转为支撑回调是止带，那么可以看一个中期的底部，甚至是中长期底部的上行。以上呢就是12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